大家好，我是主播菲尔，感谢您正在收听《世界奇闻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大西国神秘失落的传说。大西国是什么国呀？大西国也就是亚特兰蒂斯，又名大西洲。最初出现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对于大西国的研究，由最初的怀疑变成了真实的考察。由于之后出现了一些科学证据，表明了大西国存在的可能性，大西国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其中最大的争论就是大西国的真正的地理位置。柏拉图关于大西国的描述中说道，在昔日被人称为海格力斯擎天柱的直布罗陀海峡的海面上，即在西班牙和摩洛哥海岸之间，横展着一块陆地，叫做亚特兰蒂斯。它由一个大岛和一系列小岛组成。亚特兰蒂斯人把首都设在陆地的东南海岸波塞多尼亚，那里有为该国缔造者建立的寺院、王宫、壮丽的建筑物。关于大西国的存在，人们已经深信不疑了。由于在世界各地都考察发现了许多沉落海底的建筑，人们相信这些建筑中的某一个就是亚特兰蒂斯存在的最好证明。关于大西国的解释中，还有人认为大西国就是外星人的基地，大西国的居民都是外星人。那么关于大西国的研究中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又是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大西国的真实地理位置呢？外星人又是否真的存在于大西国呢？关于大西国的真实地理位置，存在很多种学说。人们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不同的证据。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学说。塞浦路斯学说，一名自称神话学及古代研究专家的美国探险家罗伯特·萨马斯特，在其出版的书《发现亚特兰蒂斯》中则认为有其事，并以柏拉图的描述作为其研究的主要依据。他说，柏拉图提供了亚特兰蒂斯的具体线索，当中45个线索显示它位于塞浦路斯南部海域，并称海洋影像图显示的塞浦路斯古代地貌与柏拉图描述相符合。萨士更说自己找到很多柏拉图曾提及过的地点，包括一个长方形平原，中间就是亚特兰蒂斯城。他的理论中心是地中海盆地古时曾发生洪水大灾难。这个说法同柏拉图说有个大洪水吞没阿特兰蒂斯岛以及圣经大洪水的说法相符合。其中人们猜测亚特兰蒂斯存在的理由是，全世界的金字塔建筑源于亚特兰蒂斯，是亚特兰蒂斯毁灭之后，亚特兰蒂斯人将此文明传播于世界的。另一个说法认为亚特兰蒂斯在克里特岛，这就是克里特学说。因为英国考古学家埃文斯于2次世界大战前发现了位于克里特岛上的大规模遗迹，而且再加上北方的一个圆环状小岛希拉岛，在其上发现了描绘现在已成为内海的火山口，以前曾经是一个小岛的证据，因此有人怀疑希拉岛正是亚特兰蒂斯传说的由来。因为据研究，约西元前15世纪，也就是柏拉图年代的900年前，希拉岛上的圣多里尼火山发生了一次大爆发导致火山口上建立的文明城市被毁灭，也引发了海啸。这次火山喷发使得原本依赖贸易的迈锡尼文明受到了重大打击，就此一蹶不振。支持此说的人认为柏拉图把数字弄错了，
因此整个数字夸大了10倍以上，900年变成了9000年，4万平方里变成了40万平方里，所以才变成了这样的传说。南极学说，支持此说的人以考古学家兼作家格雷姆·汉卡克以及兰斯·弗雷里亚斯为代表。此说是认为亚特兰蒂斯应该是在南极半岛，并以地壳滑动说来解释亚特兰蒂斯的毁灭，认为亚特兰蒂斯不只是受到了火山等等的灾难，紧接而来的是严寒，从而导致亚特兰蒂斯人放弃了自己的故乡，南极半岛随后也被厚厚的冰层覆盖。还有一种学说，直布罗陀学说。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地理学教授科林纳·吉亚德认为，柏拉图在书中描述的亚特兰蒂斯位于今天的直布罗陀海峡一带。科林纳研究了人类于19000年以前从欧洲向北非移民的历史，认为在亚特兰蒂斯大陆存在的时期，直布罗陀海峡有高于海平面的陆地存在，而亚特兰蒂斯大陆就在今日的安达鲁西亚与摩洛哥之间。爱尔兰学说，瑞典地理学家沃尔夫·埃林森于2004年出版的《地理学家眼中的亚特兰蒂斯：勘探先进之国》一书中认为，爱尔兰岛即为亚特兰蒂斯大陆。主要论点来自于柏拉图所描述的岛国大小及地貌与爱尔兰岛极为相似，并且两者都有巨石墓葬文化。亚特兰蒂斯沉没的传说可能来自于公元前6100年，冰河期结束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许多沿岸岛屿。长时间的以讹传讹将小岛的沉没夸大为毁灭性的灾难。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大西洋的各类地方都发生过神秘的事件，这些事件很有可能证实亚特兰蒂斯，也就是大西国的存在。1967年的一天，美国一飞行员在大西洋巴哈马群岛低空飞行时，突然发现在水下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物体。次年，美国一考察队在安德罗斯岛附近海下发现了一座古代寺庙遗址，长30米，宽25米，呈长方形。在比米尼岛附近海下5米处，发现了一座平坦的经过加工的岩石大平台。考察队从而断定，在遥远的过去，巴哈马群岛一带的海底曾是一座用岩石修筑的大陆城市。有些科学家还在大西洋底的好几个地方发现了岩石建筑物，其中有防御工事、墙壁、船屋和道路。这些海底建筑物的排列和形状与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非常一致。科学家根据种种发现加以推测，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大西洲亚特兰蒂斯可能就沉没在波涛滚滚的大西洋底。20世纪70年代初，一群科学研究人员来到了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附近，他们从800米深的海底里取出了岩芯。经过科学鉴定，这个地方在12000年前确实是一片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导出来的结论，竟然同柏拉图的描述如此惊人的一致。1974年，前苏联的一支海洋考察船在大西洋下拍摄了8张照片，那是一座宏大的古代人工建筑。1979年，美国和法国的一些科学家使用十分先进的仪器，在百慕大魔鬼三角海底发现了金字塔，塔底边长约300米，高约200米，塔尖离洋面仅100米，比埃及的金字塔大得多。塔下部有2个巨大的洞穴，
海水以惊人的速度从洞底流过。1985年，2位挪威水手在魔鬼三角海区之下发现了一座古城。在他俩拍摄的照片上，有平原、纵横的大路和街道、圆顶房屋、角斗场、寺院、河床。他俩说，绝对不要怀疑，我们发现的是大西洲，和柏拉图描绘的一模一样。遗憾的是，百慕大的海底金字塔是用仪器在海面上探测到的，迄今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能确证它究竟是不是一座真正的人工建筑物。苏联人拍下来的海底古建筑遗址照片，目前也没有人可以证实它就是大西国的遗址。有很多人怀疑，那些无法解释的古代超级文明遗址是外星智慧的杰作，而大西国上的人就是外星人。那么大西国就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基地。如果从这个假设出发，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比如，为什么世界上各种文明中神话里的神从天上下凡后都在某一天到海里？为什么美洲大陆的神总是来自东方，而欧洲大陆的神总来自西方？这表明也许有一个共同的大西洋起源。古人类学家们推测，可能存在过一个大西种族，它包括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安达鲁西亚人以及柏柏尔人等。这些人具有共同的伦理，讲的是一种相似的喉音重的方言。方言中某些音在希腊、拉丁语系中没有，然而可以在尤卡坦的玛雅语中找到这些同样的古怪的音。有些 UFO 学家认为，这些人的最初祖先来自外星，后来在海底洞内过穴居生活。2位英国人曾在1952年对5具在秘鲁库斯克发现的印加干尸做了血液分析，其中1具属于 CEC 型，即 RH。这种血型的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另一具属于 DC 型，这种血型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极其稀少。由此可见，大西洋一侧的印加人，另一侧的巴斯克人和埃及人，血型都与周围民族不同。这会不会就是假设中的来自外星的大西国人的血型呢？卡尔萨根认为，地球在地质时期曾经有过上万次银河系文明来访过。一位瑞士科学家曾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找到了被掩埋的类人骷髅的残骸，他认为这已有1000万年的历史。在澳大利亚的岩画上有一些奇怪的生物图案，那些生物好像不是来自地球上的，而且身上仿佛穿着酷似现代宇航服一样的东西。难道在很久以前，就是地外生物穿着宇航服来到澳大利亚，在岩石上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吗？在美国内华达州孔特利贝尔时深峡谷地层内，人们曾发现一个鞋底的痕迹，从其清晰程度乃至粗线条纹路都看得十分清楚，估计这一鞋底的印记已有1500万年的历史。考古学家连高曾明确提出大西国居民是外星人，这是他根据在乌拉尔找到的精致图表来认定的。这些精致图表在美国保密局存放至今，在这些图上刻有密码符号，并标有2处位置，一处标出如何从上埃及到达大西洲帝王坟墓的方位，在图上明显地标出始帝和末位皇帝的陵墓，墓地的位置只能是大致的，它距尼罗河有20到30日的里程，这表明整个墓地位于阿斯旺及西部沙漠绿洲之间。在精致的图表中还表明15000年前大西洲上曾有过宇宙飞船着陆，
其上面有高度发达的类似地球人的生物。大西国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但它是否是外星在地球上的基地，这恐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然而，从宇宙的观点出发去解释神秘莫测的世界，它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时髦之举。